這是新中國最特殊的禁令，禁止国家最高領導人坐飛機。按理说，国家最高領導人應該有專機才對。但當時的情況特殊，1949年人民空軍剛剛組建，飛機性能不夠先進，飛行員經驗也不足，安全實在沒有保證。中央經過慎重考慮，做出了這個決定。毛主席對此很不滿意，他多次提出要坐飛機，但每次都被拒絕。直到1956年4月，毛主席親自給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打電話，堅持5·1後要乘飛機去廣州考察。劉亞樓一聽就緊張了，他深知這件事責任重大，立刻向周總理匯報毛主席為什麼非要坐飛機。其實他不是圖方便，而是要用自己的行動支持年輕的中國空軍。當時有人建議讓毛主席坐蘇聯顧問團的飛機，毛主席不同意。早在1945年去重慶談判時，毛主席就坐過美國人的飛機。50年代去莫斯科參加10月革命節紀念，坐的是蘇聯人的飛機。他不是對外國飛機不放心，而是有更深的考量。毛主席的原話是：我們有自己的飛行員，為什麼要坐外國人的飛機？外國人的飛機我不坐，我一定要坐中國人自己駕駛的飛機。當時中國的空軍建設剛剛起步，最高領導人親自乘坐國產專機，這是對整個空軍最大的信任和支持。但這也意味着巨大的風險。1年前那起震驚世界的空難還歷歷在目。1955年4月，周總理去印度尼西亞出席萬隆會議，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。敌特分子收買了機場的一個清潔人員，在飛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，導致機毀人亡。周總理因為臨時修改了行程，才躲過一劫，但同行的其他人卻全部遇難。毛主席在這種情況下還堅持要坐中國人自己駕駛的飛機，無疑是對中國空軍最大的支持。劉亞樓接到任務後，立刻開始準備。周總理特別指示，要選擇最保險的機型，用最可靠的機組，最優秀的駕駛員，所有航空環節都要嚴密操作，確保萬無一失。擔任機長的胡平17歲就入黨了。從1954年起，他多次為周總理飛過專機，還開闢了非洲航線。他的技術過硬，組織嚴密，從未出過差錯。毛主席第一次坐專機，駕駛任務非他莫屬。1956年5月3日，一切準備就緒。毛主席來到北京西郊機場，和機組成員一一握手，還問了每個人的名字和年齡，感嘆道：“你們都很年輕啊。”從北京到廣州的航行路線有2000公里，而專機的時速只有200多公里，航程短，必須中途加油，地點選在了在武漢。吃飯加油後繼續南下，下午抵達廣州，全程近8個小時，一切順利。但誰也沒想到返程時會遇到驚心動魄的險情。毛主席的專機究竟發生了什麼？飛行員是如何應對？劉亞樓在塔台等來的是什麼結果？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下集，繼續為您講解。